然而李长寿并没有能够安心的超过12个时辰。装病的第2日，百幡殿内汇聚了门内46名弟子，关闭了大殿禁制，开始叮嘱他们有关三教源流大会之事。但他们开完了会，有秦玄雅与九乌一前一后赶来小琼峰，给李长寿带来了同一个消息：掌门钦点，鉴于李长寿为了门内做出的贡献，以及对三教源流大会的重视，在大会开始前奋力修行，努力冲关。现在特由李长寿、有秦玄雅并列为本次弟子领队，其他弟子亦应受他们2人节制。李长寿的头顶缓缓地冒出了6个黑点，低声道：是不是搞错了？没，这是门内对你的肯定。九乌笑道：放心吧，长寿，这次大会啊，你肯定来得及。有秦玄雅轻轻颔首，言道：不错，一定能赶上的。大会将在12年后举行，咱们提前半年抵达那里就是了。12年。李长寿眼睛一瞪，又缓缓闭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笑出了世态炎凉，叹出了人生无常啊。提前12年，故意的吧？掌门和那几个知道此事的长老故意搞我的吧？啊！最开始接到三教源流大会消息的其实是掌门无忧道人。李长寿暗中观察到了，前几日一支穿云灵剑破空而来，掌门便召集几个长老议事。因为一直监控仙灵峰的缘故，李长寿也就顺道的监察一下门内上上下下嘛。可是风宇宙被动探查，能听到的消息只是说今日要召集众弟子百幡殿商议。无论怎么判断，这不都是临行前的集中讨论吗？无论怎么思索，从召集弟子训斥到出发，这里面的间隔最多也不会超过2-3年的才对嘛。哎呀，召集弟子过去不就是读一读门规，告诫告诫弟子，让弟子们守规矩一点，别出去丢人现眼。提前12年叮嘱，你就不怕有人会忘了吗？哎呀，上次龙宫大会召集弟子开会才提前了多久啊？怎么这次就罢了。李长寿千算万算，失算了人心深浅。他想到了门内的掌门和长老会对三教源流大会十分的重视，毕竟他们渡仙门只是勉强有资格去参加。但是李长寿没有想到他们竟然会重视到这种程度，令寿发指，其心可诛啊！李长寿躺在草床上，心念缓缓起伏，归于静寂，开始迅速地寻找对策。这一次的意外不过是人生的小挫折罢了。乘长生望大罗的道路上，哪儿可能一帆风顺，直接就误过去了。九乌与有清玄雅离开之后，灵儿在旁边忍耐了很久，几乎咬破了嘴唇，最后还是没忍住掩口笑了出来。李长寿瞄了他一眼，灵儿立刻收敛笑意，摆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目中满是怜惜。灵儿低声道了一句：师兄，当师妹的心疼你。李长寿淡定的传声：修行去，我现在很想改变策略，让你躺在这儿。打扰，告辞，有事喊我。灵儿做了一个倒衣，赶忙出了草屋，捂着嘴一阵偷笑，风一般的飘回了自己的草屋中。他能看见师兄吃瘪一次，当真是太不容易了，做戏就要做到底。李长寿硬生生的在床上躺了3年，你知道这3年我是怎么过的吗？
这才起身回到了丹房中，加紧琢磨身外化身之法。三教源流大会这种场合，其实安全系数还是有的。道门大佬云集，矛盾点也主要是在截教跟阐教上。渡仙门呢，就是去打个酱油一样，但是那里就是12年后整个洪荒天地因果的汇聚之地，随便碰到一个大佬都能引发一系列的后事。李长寿已经不需要三教其他高手的眼熟了，他现在已经搭上了玄都大法师这条线，又有太清圣人安排的任务在身，只需要坚持清净无为，不生事端，这8字方针前途就稳了。这大会阐教12金仙应该有几位现身，与之相对的，截教也有可能会有几位内门外门的大弟子出现在中神州之上。这一次大会的目的旨在化解三教日益增多的矛盾，让道门更加的兴盛。李长寿之所以想避开，是因为早早看到了这大会可能会出现的巨大因果。甚至不夸张的来说，李长寿看得比圣人之下的任何高手都要深远。这次三教源流大会旨在追根溯源，忆苦思甜，让道门三教暂时放下此前矛盾，结产多多克制，各自占地发展，收徒传道，三教迎来更兴盛之大局。随后三教势力越发膨胀，对天地稳定产生威胁，天道老爷酝酿无量杀机，封神这不就来了吗？而关于封神大劫，李长寿已经握住了上岸的麻绳，没有必要再掺和进去了。所以李长寿这些年优先改良了3次规诀，将这伪装修为之法推演到了几乎无缺的地步，为这一次装病做了如此多的努力。谁知罢，不提也罢。离三教源流大会开幕还有9年，现在必须要做出决断，去还是不去，这是一个颇为严肃的问题。卧床养伤这3年，李长寿自然没闲着，一部分指道人忙着后材，并着手搭建门外的安全屋，一部分指道人在南海边缘来回的换防，随时准备应对西方教、龙族以及东木公。修行是必然不会落下的。修行之余，李长寿将这3年全都用在了推演身外化身之法上，借玄都大法师赐下神通，完善指道人之法。这条路走得并不容易，真正的身外化身神通很难修行，与李长寿此前的指道人的取巧之道自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只要李长寿此时已有的思路能够实现，那指道人就会出现质的变化。有一个原则李长寿时刻谨记，安全起见，指道人绝对不能产生半点意识，只能是单纯的神通法宝。李长寿不可能留隐患在自己的身中，而在这一方面给李长寿启发的其实是他上辈子看过许多次的经典电视剧。我的秃驴师傅明明很弱，却桃花运满满。里面有一个经典的桥段，就是白骨3系玉帝歌，石猴恼羞怒举棒。当时白骨精女施主不断地更换肉身，用的是妖法，害了凡人性。李长寿想要的指道人之法就是这般形式，指道人如衣服，只有他本体一个心神一个意识来回的挪移穿梭，故李长寿并未直接修行那门身外化身的神通，而是更费时费力改良自己的指道人之法。这3年卧床取得的进展还是十分不错的。丹房地下的密室中，李长寿坐在圈椅中，手指轻轻地敲打着桌面。我到底
是用人教偏远道称的普通弟子身份去三教源流大会逛一圈，还是在临出发之前再搞出一点事，让我避开这一次大会？门内提前12年召集弟子开会，这事儿我总感觉像是全门派在针对我一样。李长寿很快决定暂时不做这个决断，等再过4年我伤势复原，去百幡殿中继续给圣人老爷烧香拜一拜。若自家圣人老爷暗中影响了渡仙门，安排了此事，那很有可能会有其他的提示。于是4年之后，一日午后，今天天气倒是不错。李长寿驾云自丹顶峰缓缓飞回，先是扫过，看到了在灵兽圈中鬼鬼祟祟的灵娥与小师叔。灵娥是不用去大会上的，小师叔是门内真仙的门面担当，还是要去走一遭的。渡仙门内如今再次流转着一股紧张的氛围，比之门内大比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三教源流大会迫在眉睫，再有3、4年，渡仙门参会的一行就要启程前往。今日是李长寿伤愈的日子，他特意先跑到丹顶峰探望了一下孤寡老人万凌云长老，跟万凌云长老闲聊了几个时辰，散了散步，这才回到小琼峰。万长老并没有识破。李长寿沉吟几声，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心底又有了主意。他过小琼峰而不落，驾云在合适的高度飞去了破天峰道藏殿。半个时辰后，李长寿自道藏殿回返，嘴角的笑容一闪而过，赶回小琼峰上。他是去拜访麒麟长老，并感谢此前他卧床不起时，麒麟长老前去为他诊治。随后李长寿又厚着脸皮跟麒麟长老一阵攀谈，总算是确定了自己这新版的指道人没有被麒麟长老看透。大法师给的神通当真是厉害。李长寿的这一句新型指道人耗费了他半年的苦功，此时已经有了活人的气息，附加了浅低中高4层修为伪装，就如可以随时拆卸的机甲一般。对李长寿而言，新版指道人提升最大的便是指道人能发挥出的修为上限已经抵达了天仙境初阶。换而言之，李长寿凭自己磨砺出的一心多用技巧，可以同时操控3到4支拥有天仙境战斗力的战斗单位。为此，李长寿最近动了一个指人精英小队的念头，想凭借指道人的互相配合，主攻、辅助、下毒，分对方心神，去无伤搏杀一些厉害的天仙。当然了，也要有出手的必要才行。这具指道人依然有一个致命的缺陷，这是李长寿当前境界无法克制的难题，仙力无法自行恢复。而且呢，制造这新型指道人耗费的灵术术浆比之前多了3倍，且又搭配了诸多灵兽宝血，承载了他更多的元神之力。若这指道人自爆或者是被毁，他李长寿也会略微有些心疼。但是该有的禁制还是必须要齐备的。自爆自扬的好处，李长寿此前已经体会过了，自然食髓之味不肯放下。从破天峰回了小琼峰，李长寿过了半日，再次赶去破天峰。这一次他是用真身前往，在圣人老爷的画像前上了3株高香，低声道：弟子长寿心有疑惑，不知此次东去中神州能否担当自己之责。几位听到这一声嘀咕的外务长老各自轻笑颔首，
对这李长寿又是提升了一点好感度。圣人画像此时没有任何动静，也没有什么道运降临，但是李长寿的心底突然出现了一缕缕陌生的感悟。这感悟凝成了简单的8个字，在他的心底缓缓浮现，又迅速消散，宛若从未出现过一般。静、心、无、为、始、一、稳、中。这是圣人训诫。圣人老爷不只是眼熟我，还对我亲自下达指示了。李长寿顿时精神振奋，心底立刻有了决断，3叩首之后起身退走。与此同时，兜率宫后院那棵树下，玄都大法师眨眨眼，眼底是满满的纯善。老师这通过大道给人传递感悟的法子，莫说当真好用。中神州，人教为数不多的道城之一，逍遥仙宗。那家后却同样润滑的护山大阵内，一处人烟鼎盛的峰头上，有一位老道提着拂尘，飘去了自己爱徒每日修行的石屋之中。刚刚靠近这石屋，这位天仙境老道就打了个哆嗦，下意识地在身周布置了几层仙力屏障。想了想，老道又拿出了一只护心镜贴在了胸口，取出了一只闪耀着仙光的甲胄套在自己身上。做完了这些，全副武装的老道小心翼翼地推开了石屋的门，口中喊道：林丽啊，为师过来对你说件事。门内传来了急促的风声，只见一雄壮如铁塔的身影在那儿不断地挥舞着手中的长棍。这只重达3000斤由土玄灵铁打造而成的长棍，在他的手中就如梧桐木的质地一般，